大家好啊！首先我要澄清一下啊，我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呢，发出了这个非常邪恶的笑声，就是大家可能都会以为看到这封面，以为我要针对这两个人说他们是奇葩，是吧？但是请注意啊，我这个封面上面有两个这个小叉啊，就是那个这个说禁止符号嘛，我说的其实并不是他们两个，OK。只不过呢，请这两位啊大 V 呢出来给我捧个场啊。同时呢，我个人觉得是有必要的在这澄清一下，我对于这两位大 V 呢，我并不认为他们支持哈马斯啊，我们就利用他们呢，利用不好听啊，我觉得我们就借他们的宝地呢，来陈述一下到底什么叫支持哈马斯，什么叫正常的言论表达。OK， 你只是反以色列，或者说你只是特别支持巴勒斯坦，这我能够理解。但是什么样的言论叫做支持哈马斯啊？好，这两位左边一位大家都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方舟子老师啊，右边一位呢是我的同行啊，也是一位中国的伊斯兰的这个学者，也是反共人士啊，马炬老师。他呢是在油管上有这样个频道的啊，他们俩都有频道，他们俩就有共同点。第一个，他们都把我拉黑了，是吧？然后他们都有油管频道，是吧？那么他们在这次里面呢，都是非常的强烈的反对以色列啊，然后亲近这个巴勒斯坦。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他们并不属于奇葩，他们是正常言论表达的范围。OK， 那我要展示的奇葩呢，是一些我在推特上收集到的一些样本，同时呢，其中有一位是在澳大利亚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华人学者。我觉得这些是奇葩，我们需要予以展示，予以区分，同时呢，才是我们最后呢会画出一条线，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不管左派或者右派什么东西啊，在很多问题上，你之所以思维这么混乱的原因是什么？你如何能够走出来啊？好，我们废话少说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方舟子老师，抱歉。抱歉啊！方舟子的这个官方频道，你在他官方频道里面呢，现在很多人在攻击他，是吧？在说他或者怎么样子啊，反对这个支持恐怖主义啊，并不是啊。方舟子在里面专门做了好几集关于这个哈马斯啊，支持哈马斯是反人类，然后讲了哈马斯是什么东西，批驳了一下很多左派的认为哈马斯其实是有可取地方的，是吧？然后各种各样的方舟子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了，他在很多地方呢是非常坚决的反以色列啊，然后反对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站在一个极左立场上的。但是因为他明确谴责而且详细阐述过反对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和反对哈马斯，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把方舟子老师呢归入这一类。OK，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马炬啊，他的那个油管频道我就不展示了，大家自己去搜索啊。但是呢，有很多人觉得啊，他也在很多问题上面，尤其是在之前很多人支持他嘛，因为他站在一个反共立场，很多反贼支持他。这次呢，就是很多反贼都是对他好像离他而去了啊。其实呢，他是有很多也是明确谴责哈马斯的，虽然呢，相比于他其他的言论啊，这个说的要少了很多，但是他的确有人帮他做了截屏，比如说呢，他这个当时传出来哈马斯有斩首婴儿这个事情嘛，是吧？他就做了明确的谴责啊。但是这个推特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删掉，因为现在关于这个到底是不是对婴儿有这个斩首的行为啊，现在是有争议的，没有放照片，以色列没有放出这个实际的照片，所以他可能把这条删掉了。但是呢，在其他地方你也能看到啊，他是有一些很明确的谴责恐怖主义，谴责哈马斯啊，然后呢是支持巴勒斯坦啊，但是呢不喜欢像这种这个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去啊，他是认为你就是恐怖分子啊。老雷呢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啊，也讲了对于哈马斯这个行为的谴责嘛，他也支持老雷，所以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来看，马炬就是一个非常，因为他自己在自己的那个简介里面说，我是一个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拥护者，他拥护的是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并不是恐怖主义，好吧？那我这里面呢就是要展示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呢，我跟方舟子跟马炬的这个观点差异，我这两天其实在推特上没有少怼他们，但是我怼人家归怼人家，但是我认为这是人家正常的这个言论的表达，我们应该以这样一个互相去，是吧？你可以攻击我的观点，我可以攻击你的观点，但是我们不用去攻击个人啊。比如说呢，方舟子曾经就这么想过啊，在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加沙这个医院这个事情，直到目前为止啊。
马具呢已经接受了啊，这个医院呢，因为美联社也出了调查，法国军方也出了调查啊，很多的这个西方国家都已经出了调查结果，认为支持以色列这个结论。那么马具呢，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尤其在拜登亲口说啊，这个事儿是这个哈马斯干的以后，方舟子呢依然在坚持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都是捏造的证据啊，这个就是以色列干的啊。那不管怎么样，方舟子在里面讲呢，他有这句话我注意到了啊，他说呢，你们如果否认这个以色列军方啊在造假呀，或者怎么样子啊，那你跟这个否认布查大屠杀，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干的那件事情嘛，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像下面有些人啊，打着乌克兰的旗号是吧，用来还反而来支持这个以色列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他这句话呢，就是明摆的表现出来他的屁股坐在哪边。就是认为呢，就是你是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应该要天理上应该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呀，因为巴勒斯坦是弱的一方啊，乌克兰对俄罗斯也是弱的一方，所以你就应该支持巴勒斯坦，你不应该支持以色列啊。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既然不查这个事儿啊，是以色列言之凿凿，那么弱的一方那个巴勒斯坦这边呢，他们呢或者哈马斯这边呢，他们也应该是你也应该相信他们，要多过相信强者一方。所以方舟子这句话里面所体现出来就是什么呢？我屁股永远要坐在弱者一方，至少是字面上的弱者一方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误的。而且呢，我上面还总结了一下，方舟子本人是反中共的是吧？他认为中国的舆论是被中共控制的，但是他却不相信巴勒斯坦的舆论是被哈马斯控制的，这点是让我觉得很奇怪的。相比于巴勒斯坦也好，或者任何的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好，跟以色列比，它的民主程度、言论自由程度、媒体自由程度是远远比不上以色列的。所以你凭什么认为巴勒斯坦的舆论控制巴勒斯坦舆论的哈马斯会比这个我们就算是控制以色列言论的这个以色列政府吧，你凭什么认为哈马斯要更有公信力？那这个呢，就跟刚才我们讲马具老师有一个观点啊。他在这次的这个事件里面一再的说的，以色列是个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啊，是一个奉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两者都认为以色列是比巴勒斯坦，以色列政府是比控制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以及事实上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这一带的拥有这个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的这个哈马斯要更。相比而言，后者要更有公信力啊，这点是让我匪夷所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明确谴责过哈马斯。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要画一条线，什么叫支持哈马斯？支持哈马斯就是在哈马斯对于这个以色列做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没有出来明确的谴责他。这是一条，或者呢，你谴责说，我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你也没有说谁伤害平民是吧？就是我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同时你认为哈马斯他们这边是有原因的，是有道理的，是人家被逼急了或者怎么样子才干的是吧？啊，你只要我觉得这两点是判断这个人到底是支持哈马斯，支持这种以恐怖手段、暴力手段去改变现状的这些人，还是。他只是支持巴勒斯坦，他希望巴勒斯坦能够建一个很好的国家，他希望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和平，这是一条线，好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罗列真正的奇葩了啊！在罗列以前呢，我一直觉得这个马具啊，他这个号啊，远距离看起来啊，近距离可能不是很像是吧？但是远距离看起来，每一次我扫到马具的这个推特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不就是朱军嘛，是吧？这就是朱军嘛，我找不到那张照片了，因为朱军以前在做那个央视节目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张这个剧照，跟这个一模一样啊，这个一扫过去像，这不是朱军吗？两个人都是兰州人是吧？说不定还的确有某种渊源啊。好，我们开始罗列奇葩了，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昨天呢，我在推特上以及我在油管里面分享了这样一条，在哪儿来着？稍等一下啊，那条东西既然我没有贴过来，那条东西呢，我看了以后呢，我擦了擦眼睛，我仔细再看了一下，我说，这个是我弄错了吗？事实上呢，我并没有弄错啊，就这条。这个我在推特上 follow 了很多人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样本是吧？
follow 了很多，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啊，但是呢，我个人对他们的这个立场啊，很多东西呢很感兴趣啊，所以呢，这个是我 follow 的其中一位啊，我印象记得他好像是在英国的，我不是很清楚了，他好像在英国的，然后呢，在这次的巴勒斯坦跟以色列这个事情，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个事情上呢，发的推特特别多。那么今天呢，这个有一个这样一个下面这样一个号呢，是同情以色列的，是吧？就展示了这样一个仪式嘛。以色列把所有的被害1400多人啊，被害的和200多被绑架的以色列人照片呢，全部放在这儿了，是吧？然后呢，要让世界不要把目光转移开啊，你们要看着这些照片，你们要明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位呢发了这样一个言。啊，这个我看了很多遍，是吧？我总觉得他是不是就好像我在看方舟子、看马剧的，我就想是不是能找到一些原因，能证明他并不是，是吧？但是看完这个发言以后呢，我觉得没有问题了，尤其是最后一句，他就是是啊，你不要把目光移开啊，这些全都是灭绝的共犯，就是这个1400多被杀害的当然是有平民有军人，但是大部分是平民，以及被绑架的200多，绝大部分是平民。这些人是灭绝共犯，所以在他们看来，以色列人，甭管你是不是平民，你都是压迫、打压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共犯。所以我不管是把你给干掉，还是给把你绑架了，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至少是符合第二点 ，OK， 我没有去搜太多的他有没有谴责哈马斯的这个言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这一步上，我觉得就符合这个原则了。他觉得杀害平民的行为，而且是故意杀害平民，然后自己拍摄视频在网上传播的，这种就是铁证如山嘛。如果说是以色列拍的，你可以说以色列造谣，是吧？你可以随便讲以色列造谣。但如果他们自己拍的，然后自己四处炫耀，被全世界看在眼里的，然后你还觉得是情有可原，你就是支持哈马斯。我相信这个应该不会有很多朋友有问题，是吧？我觉得呢，这个人呢，应该是个年轻人，应该是个西方的比较坚定的支持左派，就是很多这个上街游行啊，去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这些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啊，比如说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啊，就是经常你会听到有一句话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啊，就是从约旦河到这个大海到这个海岸线这一段全都是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应该被赶入大海，或者说全部给赶走。这个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对于以色列要灭绝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这个口号，在很多国家，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禁止展示了。但是很不幸，上一周我去悉尼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我依然看到了这个标语。OK， 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的，你们虽然他没有说出来，但是他们心里想，你们哪怕是个几个月的孩子，你们就是共犯。我是很震惊的啊，竟然这个白纸黑字的，竟然把它写在推特上了，这个是让我很震惊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样本。那么其次呢，第二个就是讲的一个研究中国的这样一个学者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江云女士是身在澳大利亚，加入澳大利亚籍的原中国籍的这样一个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这样一个学者，咱们以前节目里面没有少说过他。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在关注这样一位学者，我曾经还跟他共同受邀参加了这个澳大利亚本地的 ABC电视台曾经举办的一个讨论也好，或者辩论也好吧，我们当时并没有发生很多的这个激烈的争论，是吧？只是各自表述观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江云女士真的是不简单啊。那么我这个是在10月11号，就是刚刚发生没几天的时候，我就偶然一个聚会啊，用我的小号在世间很多这个账号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江云女士的这个举动，就是在10月7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他没有任何的谴责这个哈马斯也好啊，或者是恐怖行为的，没有任何，也没有任何说针对平民的，都是哪怕是逃浆糊的话都没有说。但是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了一些比如说像这样子说苏格兰的说这样一个是表达了他们是怎么样支持这个，相当于是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吧，然后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说呢说以色列军方正在带领外国媒体参观这些据说是巴勒斯坦就是哈马斯的人就袭击了以色列的定居点，屠杀了以色列人的地点，是吧？然后不允许其他媒体靠近等等这样子，等等这样的号，类似这样子的，就说
我并不是说要对某个人的言论进行管制，这是江云女士自己的言论自由啊。包括直到现在之后的很多天里面，你都会看到没有一条。事实上呢，我可以给大家展示啊，这是我在他的推特里面搜索哈马斯，因为他大部分发的推是英文推，搜索哈马斯，只有这一条是2021年的 ，OK， 而这一条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呢，这个某些哈马斯官员呢，为了故意挑衅以色列进行报复呢，为了从而帮伊朗嘛就是帮伊朗赢得一些地缘政治利益嘛，他们认为啊，之后的生命损失是值得的。然后我们必须说服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不能再做革命党了，要做这样一个执政党了。这个人是回复这个江云女士的时候说的，但是原帖已经被删除了。你可以想象 ，OK， 他的原帖可能说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删除这个啊？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我们不得而知啊。只是呢，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观察。然后他呢，在澳洲啊，其实呢是在被很多人啊，虽然在很多的主流媒体 ABC 这样的媒体上呢，会经常邀请他做节目啊，但是呢，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很多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他的很多观点。他在讲到跟中国有关的问题呢，他会帮中共去开脱，当然这个开脱呢是非常奇妙的开脱，是吧？不是直接说啊中国是对的，中共是对的，不是这种开脱，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去开脱。里面我举几个例子啊，一个非常典型的话术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老是关注在中国发生这种所谓侵犯人权的问题啊，是吧？中国建设了这么多，是吧？中国 GDP 这么好，你看印度在这个克什米尔发生问题，你们怎么不说，是吧？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你们怎么不说？我偏偏在中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做事儿你们不说，是吧？偏偏在中国发生事情你们非要说，不止一次，经常，而且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露骨的反殖民的啊，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啊，这个所有的澳大利亚历史上这个殖民主义也是原罪，是吧？所以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合法，就类似这一套啊，就是极左所奉行的这一套，我们要坚定的去殖民主义。注意，这一次在巴以问题上，很多去参与这个反对以色列游行的人也打出来一条，要 decolonization， 什么意思呢？就认为以色列是殖民了巴勒斯坦的领土，所以呢，要把以色列去殖民，要把他们剔除掉。这一套叙述是完全是一致的。江云女士在至少2个场合啊，因为我基本上一直盯着她很多的演讲什么东西的，我对她这个样本我觉得很有意思，很稀缺。她至少在2个场合曾经说过，你们要了解中国人啊，中国人就是因为过去这个100年国耻啊，是吧？被殖民啊，这个100年国耻，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心理，你们要理解他们，所以你们要多多的给予他们啊，说是中国嘛，就是给中共，多多给予他们一些尊重。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啊，我这个100年国耻这个才会被洗刷掉啊，我才能跟你平等相处。至少在2个场合，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就判断呢，他其实就是在中国长大，受了这种非常浓重的中共的或者左派的这种历史史观的教育。说历史上这种殖民的东西啊，都是万恶不赦的，是吧？所有这种西方的、欧洲的白人的东西都是万恶不赦的，他们只不过是剥夺了其他人的东西，剥夺了其他少数族裔、中国的阿拉伯人的东西，然后据为己用，才有现在的成功。所以我们把它推翻掉，我们要让他们能够彻底的压低到跟其他人一个水平线上，是吧？这样我们才能世界和平。他就受了这套东西，然后呢，在西方呢跟西方极左这套东西呢无缝的连接了，然后他去研究中国问题，大家可想而知会研究出什么来。在一个明确的，我个人认为啊是比较明确的支持哈马斯，以反抗的名义去支持哈马斯的这样一个人去研究中国问题。OK， 这里我要举一个反例啊，反的样本就是我在这里面写的巴丢草啊。如果您是我的老观众的话，你应该知道巴丢草呢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人的这个漫画家，非常有名。他以前跟我呢有过不止1次冲突啊，至少2次，可能还有不止冲突。其实这个也不算冲突了，就是他对我有强烈的批评，然后呢就是把我拉黑了啊，巴丢草也早就把我拉黑了，是吧？然后呢，我也不能说怎么样子，我只能坚持我的观点，是吧？我也只能坚持我的观点。那同时呢，我对他呢还是表示了一定的尊重的，但是我也不能让的太多了，是吧？所以就一来一往，大家可以搜一下，在我的这个油管频道里面搜巴丢草。所以我们是有过节的。
但是呢，八丢草在这次里面的反应，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尊重的啊。这个是八丢草的这个主页，他的推特号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他呢，一直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跟西方的在西方极左这个阵营里面啊是混得比较溜的这样一个人啊。然后很多人都很推崇他画的很多漫画啊，尤其是跟中共有关的漫画。但是呢，在不管在维吾尔问题上啊，就是这个新疆的问题上，还是在这一次的巴以冲突的问题上，还是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问题上，他都没有含糊过。我个人感觉没有含糊过。而恰恰呢，很多西方的左派人士，要么呢就是在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上，要么不站队是吧？要么呢就是偷偷的站到俄罗斯那边去是吧？在巴以问题上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他呢，每一次我看到每一次呢，他是坚定的站在一个从一个普世价值观的角度去衡量更有理的那一方。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是吧？我也不能拼命给人家背书啊，说不定这种巧合。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人呢，我相对来说不管他可能表现出来有这个言语有多激烈什么样子，他是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呢，我从来不期待一个艺术家也好，或者说一个武夫是吧？他能够对任何一些东西会有一些正确的判断。但是呢，就像我说的，我最敬佩的油管主就是徐晓东。那么我最敬佩的艺术家呢，可以说也是八丢草，因为他们在自己所不擅长的意识形态的分析领域呢，他们每一次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巧合，如果三次、四次的话呢，我觉得概率不算大所以我知道我的观众里面有很多人非常反感八丢草是吧？因为他的很多左派理念，比如说环保理念或者怎么样子，我也特别好奇他对于这一次这个瑞典的环保小公举是吧做出这样的表态会有什么反应？大家可以继续观察一下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好像都是左派，很多朋友又说了，你老是在黑左派干什么呀？你看方舟子也是左派是吧？这个袁云也是左派这不是袁云说错了这个这个江云也是左派是吧？然后八丢草也是左派，然后这位呢也是左派，你老是说左派干嘛呀？右派也不少这样的人。我这儿就有一个送上门的样本给大家看一下前两天呢，我就说了这样一个我发的原来的是应该是以色列的儿童，对，以色列有一个患有哈利波特迷嘛，就是那个女孩她患有自闭症，她是一个狂热的哈利波特迷。她跟她奶奶呢，本来大家都以为是被绑架去了加沙，但是前两天呢，以色列在边境地带找到了他们两人的尸体，所以我个人判断很有可能是就是恐怖分子嫌他们累赘我们知道自闭症如果你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你知道自闭症这个突然带离自己熟悉的环境是和什么结果？所以呢，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遭到了杀害。所以我当时贴这个照片，下面就有这个挂着川普头像的人他也贴上照片当然就是巴勒斯坦儿童受轰炸的这个照片是吧？他说这个巴勒斯坦儿童可能是连什么是哈利波特都没有机会知道照片我就不展示了。然后这个样本就很稀缺我也不是很稀缺吧，就是让我眼前一亮。他挂着川普头像，我认为他是支持这个川普的，或者说他如果在美国他应该就是支持这个美国的右派这边观点的。但是呢，他却做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以色列的儿童这个喜欢哈利波特，然后你就可怜；巴勒斯坦儿童连哈利波特都不知道是啥就被炸死了，你不可怜？我的评语在他们讲的这就是我说的梁家河加梁山伯，马克思加哈马斯主义者。而且我没有搜我对天发誓，我在发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并没有搜他是不是支持俄罗斯的，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嘛，是吧？结果呢，的确真是我后来简单搜一下，的确真是强烈的支持俄罗斯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西方的或者西方的华人圈里面、中文圈里面很多右派，在过去几年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剧烈的这样一个动荡的自己呢，意识观、思想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扭曲。我其实挺可怜他们的。那这是我之前讲的解释什么叫梁山伯和梁家河哈马斯跟马克思，就像我们前面讲方舟子讲的一样他就是觉得只要是弱者，我就应该同情，我就应该无条件站在弱者这边，哪怕是只是看起来比较弱，是吧？所以呢，我之前做的视频，我是觉得呢，
也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在你衡量一些中国的事件啊，或者说在以色列的或者在美国的事件、西方国家的事件以后呢，你都是会不自觉站到弱者那边。当你在取证的时候呢，你也会取那些比较有利于弱者的证，所以会导致一种就是说你无原则的会站在这个看起来啊似乎是比较弱的那边。但是经过以色列事件，大家都理解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理解了，哈马斯他的确从军事上是弱者，但是你说从这种各种各样的洗脑啊的实际控制啊，然后西方的很多的这个对西方很多人的思想的毒害来讲，他们绝对不是弱者，他绝对不是弱者，他就像是一个正在被很多这种抗癌正在处于被化疗阶段的这样一个癌细胞。你觉得相比于一个癌细胞跟化疗药物来讲，你觉得谁是弱者？当然是癌细胞是弱者。你化疗一停，癌细胞会迅速扩散。很多时候呢，你看着纸面上的这个双方实力对比，并不能衡量说谁到底是强弱，而且就算你能够衡量谁是强弱，弱的就有理吗？这个就是我讲的极左的思维，弱的一定有理，不管是因为什么博弈，是因为正常的博弈。比如说我跟找一个人，我们来扳手腕是吧？我输了，那我有理。我只要输了，我就有理，你肯定有问题。这种思维叫做极左思维，不分原则的把这个东西放在纸面上的弱者，把这个支持放在纸面上的弱者这边，就是极左思维。所谓的梁山伯思维，哎，我穷啊，我混不下去了呀，都是官府逼的啊，所以我就有道理去杀平民，去打家劫户。那如果抢到富人家，当然我就更有道理了，是吧？抢穷人家那也没办法的事情，你去怪官府吧。所以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梁山伯和哈马斯的思维方式，这也是马克思所提倡的思维方式。阶级嘛，只要是我是属于穷人，我是属于比较光荣的无产阶级，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可以随意的。虽然马克思本人并不赞成这么做，是吧？但是所有根于马克思主义最后发展出来的这种极左的理论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我是弱者啊，我比如说我是黑命贵，是吧？黑命贵就是这个基础嘛，是吧？我跟犯人跟警察之间，犯人是弱者呀，所以弱者就应该受保护。相对而言，就是所有的警察都该死。中国人，即便是像江云如此年轻的中国人，都是出自于中国这套教育体系的。而这套教育体系的，它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它是基于共产主义的一些思维的尿路的，说白了就是这种思维尿路的建构起来的这个体系。然后在西方呢，正好呢，跟西方这些通过这种尿路建构起来的极左体系有个无缝的对接，就出来了类似啊，刚才我们看到江云女士这样的，出来了类似这样的，像类似这样的，所有以色列平民都是没有人是无辜的，是吧？都是共犯，都是帮凶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出来了这种打着右派的旗号，其实呢，所有的理论基础一切全是左派的理论基础。大家知道我一直是坚持自己是个右派，虽然我对于川普，尤其在1月6号之后，我对他有诸多的批评，是吧？我对他有诸多下一届这个美国大选，我目前还在观察，是吧？我觉得我很有可能这次下一届美国大选，我会站到川普的对立面去，哪一个对立面我不知道，有可能会站到川普对立面去。但是我是觉得呢，有很多似乎我是右派观点的，他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西方的所谓保守主义的观点。而过去几年里面很多重大的事件频发，俄乌战争，那么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疫情所产生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事情，是吧？然后这些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事情，把这些人脑子啊给彻底搅成了一团浆糊，他们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应该站在哪个边上去了，他们已经忘了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不断的跟着啊这个人啊，然后就跟着那个人，然后又跟着这个人，彻底迷失了方向啊！这个疫苗这个事情呢，是让我最有感慨的，因为疫苗呢，川普一直认为这个疫苗是他的重大的政治遗产。所以呢，他自己是一直是支持这个疫苗，甚至一定上是鼓吹这个疫苗的。然后，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极右呢，很多人是反对疫苗的，是吧？所以这个事儿让他们很尴尬，
然后也让他们就说，因为跟从他们的这些华人的川粉也很尴尬。川普都说了这个疫苗是好事儿，但是偏偏这些人却说这个疫苗是各种各样的阴谋啊什么的都来了，就是很我很能理解。然后俄罗斯到乌克兰又来了啊，对于俄罗斯到底是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在美国的右派里面又有了分叉，有很多人站到了一屁股坐到了俄罗斯那边去。这些人又彷徨了啊！到底我是，好像应该，我感觉他们从本能上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乌克兰，但是总觉得又不对。我以前所崇拜的这个意见领袖，他怎么去支持俄罗斯了呢？然后到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以色列，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放弃治疗了，只能按照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这种谁弱谁有理的这个思维状态去做本能的做事情了，本能的发表观点了，非常悲哀啊，非常悲哀。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梁山伯加梁家河，哈马斯加马克思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多人一边在反对这个黑命贵啊，一边在反对以色列，一边又在反对中共。而且呢，认为所有的你只要是中国的公务员或者警察或者政府机关的任何人，你就是中共的帮凶，甚至就是说，如果哪天发生革命了，是吧？是可以杀全家的。不好意思啊，我把这个两个老师的这个头像给引一下啊，最后简单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希望我没有停下来，希望我没有当中刚才网络没有什么问题啊。对，我看到有朋友讲川普支持疫苗，反对强制疫苗。我以前呢也曾经跟大家说过，在疫苗方面我的一些观点啊，包括我的观点一些转变啊。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对疫苗是没有任何的抵制的？我觉得应该允许质疑疫苗的声音发出来。我的频道里面也曾经有朋友给我写信嘛，我也公布这些他们所提供的证据，然后我对他做了分析以后呢，我给出了我的看法，就是我认为这个证据并不是很扎实，是吧？所以根据我个人的认知，我对这个疫苗并不抵制，我也打了疫苗，我孩子也打了疫苗，对，我孩子打了疫苗，然后对于疫苗是不是应该强制呢？我自己捐了钱给昆士兰州的一些当时有很多政府机关的这个公务员嘛，也是因为他不愿意打疫苗，结果被开除了，我捐钱给他们，他们去法院也好，是上诉也好，是吧？你们应该去做这样的博弈，我们应该把这事儿捋清楚了。我对于这个疫苗强制呢，一开始也是有很大的反感的，但后来呢，我的立场有所松动，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在我的孩子在澳大利亚入托的时候啊，政府会给你很大的一笔补贴，大概要至少超过50%的一笔补贴。但是如果说你不打疫苗的话，这笔补贴是没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强制疫苗。所以呢，我在研究了这个政策之后呢，我对于这个强制疫苗这个政策呢有所松动。我并不是完全的支持强制疫苗，但是我在有所松动。所以我的一切认知都是在这种日拱一卒，每天在不断的跟不同的信息经过校验以后呢，然后进行思考，然后进行校正的这个过程。你不要想从我这儿得到一条非常清晰的线，唰，一条线画得非常清楚。我这条线不会很清楚，一定会有所取舍，有所妥协，然后一定会是随着时间，随着我的认知在变化的，而且不一定是真实的，很有可能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没有关系，我的频道就是这样，我不是给大家呈现一个结论的频道，我不是给您听床的频道，我是告诉你我是怎么听的。我主要告诉你我是怎么听的。我们要科学听床，合理听床，文明听床，可持续听床，好吧？对，有朋友这个说的很好啊，强制2个字很模糊，我们还要看具体的问题具体对待。我们要把这个线呢画的，不要想2个字强制，唰一条线画得很清楚，必须要做非常明确的定义。好，大家有什么观点啊？现在可以这个我们来进行最后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时间啊。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其他的你所看到的其他些样本嘛？有没有其他些样本？比如说支持前2天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搜索出来啊。中国的虎扑网啊，就是一个小粉红扎堆的这样一个网站呢。曾经做过这样一次调查啊。虎扑网就是对于巴以冲突，对于俄乌冲突是吧？你的立场站哪边嘛？
等一下啊，我来看看啊，这个图应该还能找到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有一个，它虽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我们知道虎扑网，我们都知道虎扑网是怎么回事啊，和中国的任何的网站，是怎么回事。好，这个图有了。啊，哎，好，就是这张图啊。最终结果呢，80%左右的人呢是既支持俄罗斯也支持巴勒斯坦啊，这个是中国的常态，这个是中国的常态。我觉得这个呢倒是因为如果说你是被灌输的是吧，那么对方一定是以极左的意识形态啊来那个的啊，来划分的。但是除了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啊，就是他认为呢，虽然乌克兰是弱势的一方，但是呢，俄罗斯跟中国啊这些呢，我们这个集团属于弱势的一方，所以我们必须要挺俄罗斯，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分裂的。然后下面也要挺乌克兰和挺巴勒斯坦的，挺俄罗斯跟挺以色列的，既挺俄罗斯也挺以色列，这个事儿也是很奇葩的，所以只有3.1%啊。然后呢，还有挺乌克兰又挺以色列的，是吧？就是我们这波人既挺乌克兰又挺以色列的，在中国是属于小众的。OK， 所以大家如果还有其他一些样本呢，还可以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提供出来，是吧？好，感谢这位朋友打赏啊，谢谢。台湾一般是4是吧？啊，我刚才有朋友讲台湾一般是既挺乌克兰又挺以色列。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从一个完全自由的这个渠道啊汲取信息的话呢，你应该会大部分人都会站在这一点啊。这个时候说到这儿呢，我要提一下推特，推特成为了我最近一些重要的这个时事的判断的一个，而且快速进行信息筛选和判断的一个平台。我非常喜欢推特。OK， 不只是因为呢，我在上面能够汲取到最新的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我能对它迅速进行辨别，然后我能把它们传播出去。而且呢，也是因为呢，推特呢，我其实已经把推特作为了一个记事本啊。如果你关注我推特，你会注意到这一点。我其实会把一些重要的观点、重要的样本呢晒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把它整理一下，在这做成这样一个节目给大家看一下，晒一晒奇葩，或者晒一晒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是吧？所以如果说您想有一个预览啊，提前了解一下我讲些东西的话，可以去关注我的推特号啊。我看到这位 Allen 的观点啊，感谢 Allen 打赏，说立场之前的是是非非呢，这本来是以前人们共有的常识，但现在的人忘了，或者说急于站队而没有慢慢思考。是的，我同意啊，这尤其是年轻人很容易会被人洗脑。我之后可能还会做一期节目啊，讲一些西方这些特别有名的左派，是吧？他们说的头头是道，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毫无认知，都是一些从其他渠道拼拼凑凑的零碎的东西，他们完全不了解。OK， 但是呢，还有一类人，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极左的这些人啊，包括一些学者，他认为啊，我看到很多东西，我知道你们很多所不了解的东西，你们所做媒体看到的东西，我不屑一顾。我看到的都是非常扎实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被定向投送了这些信息，而且他们所支持的这种意识形态不允许他们去这个信息，去这个以外的地方去获取信息，不允许他们去跟那些意识形态的人进行交锋、进行辩论、进行交流，所以导致他们在一个看似非常肥沃的这个肥皂泡里面，是吧？这一直被养在里面，说白了就是。他们无法跳出这个圈圈，无法跳出这个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个所谓的 tribalism 啊，叫部族主义还是叫什么 tribalism， 我都忘了怎么说了啊，就是所谓的身份政治的这个圈圈。你跳不出去以后，你坐在书斋里面是吧？然后你能够给出各种各样的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呢是完全不接地气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你在被你的粉丝传播开来以后呢？放大以后呢，就会变成这种我们目前看到的几乎惨无人道的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各地惨无人道的现象。我说的现象就是支持哈马斯。OK， 很多人会把这个哈马斯跟以色列说，以色列也打平民啊，是吧？以色列也伤平民啊，那哈马斯也伤平民，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大了去了。以色列呢是
这个双方是处于一种交战状态，哈马斯打火箭弹，以色列还击的过程里面呢，提前会警告说我要打你这儿了，你们快撤，是吧？如果你们不撤啊，故意不撤，或者说你还故意把人放过来，然后我炸到了平民啊，那个属于战损。当然你也可以说以色列是故意这么干的，我就算知道我有平民，我也炸你，就要警告你。但是这个是可以辩论的，我们是可以辩论，我们是可以互相举证的。哈马斯在以色列做的事情不需要举证。针对平民，而且目的就是平民，他突破了这个防线，打死了很多军人，你可以认为他是作战，但是他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定居点，屠杀和绑架平民，这是他唯一的目的。OK， 然后他自己拍摄了很多视频，在网上各种流传，他不打自招，所以这个不需要取证。如果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美国那个法学泰斗讲的话，说如果如此明显的这种道德判断你都做不出来的话，你凭什么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作为一个法律人士、律师也好，作为法官、作为一个公务员也好，凭什么在这个方面去帮别人做道德判断呢？你去做码农好了，是吧？不好意思啊，这两天的确有一些激动。我看有些朋友给我采访啊，推荐一些采访对象啊，我会力所能及的去采访一些人，但是大家也理解，请大家理解一下，我的资源有限，是吧？然后呢，我也在频繁的遭受这个油管的打压，我会尽我的力量去规避这个油管的打压，但是请大家记住，我是一个人，然后我是一个还要兼职带孩子的人，我只能在我的资源范围之内啊，尽可能做到很好。我前两天呢发了个推嘛。我说呢，我看这种西方的这种媒体啊，我们会专门做一集啊，讲西方这些媒体啊。西方这些媒体这么的拉胯 ，BBC、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么的拉胯啊 ，CNN。他说你们这么干，你们吃干饭的，你们做这么多资金啊，有人愿意给我1000万安家费，我可以偷渡到加沙里面去，是吧？给大家做报道，行不行？但是前提是要有1000万美元的安家费。OK， 好，那就这样啊，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下一次，拜拜，祝大家周末愉快。